奇经八脉，人体的生命线，每天按摩12经，气血更充足。奇经八脉是督脉、任脉、冲脉、带脉、阴维脉、阳维脉、阴跷脉、阳跷脉的总称。它们与12正经不同，既不直属脏腑，又无表里配合关系，别道其形，故称奇经。12正经以外，人体还有一套更重要的平衡系统，就是奇经八脉。奇经八脉是我们的生命线，只要你每天去按摩八脉上的大穴，以穴通经，以经通脉，就会感觉人体庞府有了一股清阳之气。奇经八脉对12经气血有蓄积和肾灌的调节作用。八脉里有8个代表性的穴位：公孙、内关、临气、外关、肾脉、后溪、列缺、照海。每个穴位相当于和反应堆一致就治一大片。内关穴养颜养心，很多女性朋友在40岁至50岁之间，经常容易产生心慌气短、出虚汗等不适症状，医院也查不出是什么病，只能笼统说是更年期综合症或者亚健康。实际上，按照古人的说法，女人一到这个年龄段，基本上身体就到了衰退的阶段。女子的衰老首先从阳明经开始，慢慢的导致3条阳经气血逐渐衰退。头为诸阳之会，气血不能上达于面部皱纹和斑点，就产生了。人的美实际上与气血息息相关，心主神，其华在面。心之神主要靠气血来充盈，气血充足，自然反映到脸上。所以女人养颜首先要养心。内关穴所属的这条经络叫心包经，通于任脉，会于阴维，是八脉交汇穴之一。内关穴的真正妙用在于能打开人体内在机关，有补益气血、安神养颜之功。内关穴也很好找，在手臂内侧腕横纹上2寸。举穴时，手握虚拳向上平放，另一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3指以腕横纹为准并齐，食指点按的地方就是内关穴。这个穴位在养生上的好处是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点揉，以略感酸痛为宜。外关穴，聪耳神穴。传统的道家医学认为，出现暂时性听力问题是人体阳气不足的表现。那么外关在此刻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？按摩外关穴具有充实三焦的元阳之气，并引导元气出纳、运化一身的效果。这个穴位淤阻的时候，会引起耳膜迟缓不收，塌陷的耳膜无力恢复常态。外关穴在临床上还可用于治疗急性腰扭伤。有一位40岁左右的病人，他一次弯腰捡东西，起得比较急，一下子腰就不能动了，稍微一动就疼痛难忍。采用针刺和推拿来治疗，在双外关穴针刺，同时让他做腰部前后左右扭转活动，10几分钟后腰痛完全消失，活动如常。外关为三焦经之络穴，它在腕背横纹上2寸，尺桡骨中间与内关相对的地方。外关通于阳维穴，具有解表祛风活络止痛的作用，不仅对急性腰扭伤有奇效，还对关节炎、颈椎病等有很好的效果。列缺穴专治落枕偏头痛。落枕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，苦不堪言。落枕还是颈椎发生病变的一个前期信号。经常落枕的人，如果不及时调理预防，多半会导致颈椎病。列缺穴对于预防颈椎病独到的效果，在人体上，列缺穴就是我们修复头部疾病的工具。《黄帝内经》里记载，列缺穴主要治疗偏头疼、头疼、落枕等疾病。针灸大成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4种穴歌，其中一句为“头项寻列缺”，就是说脖子往上的病都可以用这穴位来治疗和调节。列缺穴很好找，在桡骨茎突上方腕横纹上 1.5 寸。取穴时，2手虎口交叉，当食指尖锁到凹陷处，便是该穴。用列缺穴的手法主要是弹拨。后溪穴治疗颈椎腰椎病。后溪穴怎么找呢？把手握成拳，在第5指关节后的远侧掌横纹头赤白肉际处即是，即把手握拳，掌指关节后横纹的尽头就是该穴。
如果你坐在电脑面前，可以把双手后膝穴的这个部位放在桌子沿上，用腕关节带动双手轻松的来回滚动，即可达到刺激效果。在滚动当中，它会有一种轻微的酸痛。每天只用抽出3-5分钟的时间来，随手动一下，坚持下来则对颈椎、腰椎确实有着非常好的疗效。照海穴治疗咽痛，嗓子痛点揉照海穴就会有很好的效果。因为照海穴在奇经八脉中属阴跷，与足少阴肾经交汇，以八脉交汇要穴之一，有滋肾清热、通调三焦之功，既补益又清热。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称此穴为漏阴，就是说这个穴位出了问题，人的肾水减少了，会造成肾阴亏虚，引起虚火上升。因此只要我们感到胸口闷得不舒服，嗓子干痛、声音嘶哑，甚至得了慢性咽炎，都可以按一按这个穴，既有滋肾清热的功效，还能让身体的三焦功能顺畅起来。取穴时，把2只脚心对齐，在内踝下有一个小坑，就是穴位所在。在按摩这个穴位的时候，要闭口，不能说话。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出现，一定要咽到肚子里去。一般来说，点揉3到5分钟后，就会感觉到喉咙里有津液出现，疼痛也会马上随之缓解。闭口不说话是为了使生发的津液易于滋润喉咙，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吞津法。揉按照海穴会激发肾中精气，引水液上行，滋润喉咙。虚火得到肾水的滋润，则下行嗓子疼痛自然就水到。并除了申脉穴，申寒者的纯阳大药。腰背屈强腿痛是明显的膀胱经感受寒邪之气后的受凉之象，因为阳跷通膀胱经，而申脉本身就是膀胱经的一个重要穴位，所以申脉穴是阳中至阳，用这个穴位既能散除体内寒邪，又能使阳气通达巅顶，对人体不仅起到平衡的作用，还可以使人步履轻健皎洁。配上小青龙汤，服用表里护解，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，使患者体内的寒邪在短时间内排出体外，又能恢复自身的阳气，是一个驱寒回阳的妙穴。申脉穴是阳跷与太阳膀胱经交汇的重要穴位，它的取穴法也很简单，在外踝骨正下的凹陷处，人体受到寒邪之后会缩成一团，瑟瑟发抖，这在中医里叫做拘急收引。而申脉穴有伸展脉络之意，可以快速调动人体阳气，阳气足则寒邪自散。公孙穴百平痛经及脾胃疾患。公孙是脾经的络穴，入属脾脏，联络胃腑，又和位于胸腹部的冲脉直接相通，所以它有监治脾胃和胸腹部各种疾患的作用。中医学认为，治疗一切妇科疾病，首先从脾胃入手，尤其是月经不调，更应该首先调胃脾统穴，主运化。脾胃虚寒，不能运化水湿，脾胃的运化不良，就会产生痛经，有时还会伴随呕吐、恶心、头痛等症状。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可以多点揉公孙穴。公孙穴在人的足内侧缘，我一般把公孙穴看作一个区域，在脚拇指根后有一块很大的脚掌骨，在脚内侧沿住这个骨头按压，压到最有酸胀或酸痛感觉的那一点，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公孙穴了。灵气穴生发身体少阳之气，灵气穴是胆经上的主穴之一，连通带脉，也是一个调益穴而梳理两经脉的妙穴。带脉是沿人体肚脐一圈，像是人体正中系了一条玉带，能约束纵行之脉，增强经脉之间气血运行的联系，是关乎人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条保健经脉。在使用这个穴时，可采用全腿坐的姿势。它在足背外侧第4指、小指、指骨夹缝中。足灵气主生发人体少阳之气，解散肝胆郁结之气，经常点按会比专业的足疗效果还好。